霍华德大惊之下，连忙打开自己的手机，登录短视频平台，想要一看究竟。当他点开布鲁斯的第3条视频之后，便看到布鲁斯对着镜头，表情坚定地说道：我知道，一旦我这些视频发出去之后，罗斯柴尔德家族一定会尽全力做好危机公关，他们也一定会用自己的金钱以及特殊影响力去左右那些看似公正的互联网平台。所以当你们看到那些大网站删除了我的视频，删除了与我相关的任何内容的时候，千万不要惊讶，因为这就是罗斯柴尔德真正的实力。他们几乎有能力让任何一家美国媒体在这件事情上保持沉默。所以我现在唯一能够依仗的，恐怕就是全美所有的正义网友了。希望你们能够帮我扩散我的视频，不要让我的声音消失在互联网上。正说到这里，视频中布鲁斯桌上的电话忽然响了起来。他接通之后，视频里便听到了霍华德·罗斯柴尔德的声音，紧接着便是刚才霍华德在电话里向布鲁斯求和的一系列说辞。布鲁斯将他说过的话一字不落的全都放在了视频中，所以当网民听到这些内容的时候，对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霍华德这个传奇商人的感官又降低了好几个档次。而布鲁斯在挂掉霍华德的电话之后，一脸轻蔑地对着镜头说道：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以为这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有价码的，我老婆有价，我也有价，我的尊严也有价，但是今天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他们，我的尊严是无价的，无论他们出再多的钱，我都不会放弃我的尊严，即便是面对强大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我依旧不会退缩。对我来说，罗斯柴尔德家族有多强大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玷污了我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没有尊严，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所以从今天开始，我要跟罗斯柴尔德家族血战到底。如果这条视频发出之后，我失踪了，或者因为莫名其妙的罪名被捕了，亦或者忽然精神失常了，那么你们不要怀疑，这一切都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所为。如果哪天我忽然站出来，为我今天所做的行为道歉，并且承认这一切都是我或者诬陷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你们也一定不要相信，因为那个人要么不是我，要么是已经被对方掌控的我。总而言之，我布鲁斯·韦恩·斯坦今天在这里宣布，从这一刻起，我绝不会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解。罗斯柴尔德家族，你们尽管放马过来。霍华德看到这里，整个人已经彻底懵了。他没想到布鲁斯现在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自己只是打电话向他求和，没想到他竟然还能恰巧录下视频，并且曝光到互联网上。他下意识地问那位孙辈：现在网络上都是骂我们的吧？是。那个孙辈点了点头，小心地说道：爷爷，我们之前已经做了努力，目前这些视频只有短视频平台还在上线，但是，霍华德极其不耐烦地冷声质问道：但是什么？你快点说。那孙辈鼓起勇气解释道：但是，辱骂我们的用户目前已经遍及全网，换句话说，就是现在网上到处都在骂我们。说着，他又赶紧补充道：爷爷，我已经跟其他平台都打过招呼了，让他们尽可能删除所有与我们有关的负面言论，但相关内容实在太多，删都删不过来。妈的！霍华德一阵头大，气急败坏地说道：告诉这些门户网站，屏蔽所有关键词，任何人只要提到罗斯柴尔德家族这个姓氏，那这条内容都不得被除了他之外的任何人看见。孙辈为难地说道：爷爷，这个我也跟他们沟通了，但是他们不愿意，因为这样做的话，吃相实在是有些太难看了。说着，孙辈又道：而且现在的重灾区是社交软件，几乎所有的社交软件上都在讨论我们的事情，形势确实非常被动。霍华德阴沉着脸，心里已经恨得快要疯了。他十分后悔自己之前的决定，电话给布鲁斯求和解。如果自己没打这通电话，那自己就不会被他推到台前去，那样的话，自己还可以把马特推出去顶雷。
到时候无论是法律责任还是舆论责任，都让马特一个人扛就好了。可是被第3条视频这么一闹，这个退路也算是彻底泡汤了。这时他的大儿子开口说道：父亲，智库那边为你想了一个前阶段最好的解决方案，负责人还在线上等着，您要不要听一下？罗斯柴尔德家族拥有自己的智库团队，通俗点说，就是一个庞大的智囊团。每当遇到重大事件的时候，智囊团都会用最客观的视角分析和模拟事件的走向，同时给出他们的解决方案。原本霍华德并不想让智库团队参与其中，这是因为他不想让人知道关于4方宝藏的秘密。但是现在这件事情已经被布鲁斯·韦恩斯坦闹得人尽皆知，智库那边自然也会收到消息，从而用最快的时间来对整件事情进行分析推演，然后给出一个他们认为的最佳解决方案。霍华德听说智库已经有了方案，于是便开口道：把电话接进来吧。好的，父亲。大儿子说完之后，霍华德面前的固定电话便立刻响了起来。霍华德拿起电话，开口问道：你们有什么方案了？电话那头，一个恭敬的声音说道：霍华德先生，综合现在的实际情况，我们一致认为，眼下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您抓紧时间，公开向全美人民道歉。霍华德顿时暴走，愤怒地质问道：你说什么？让我道歉？智库负责人连忙道：霍华德先生，我建议您道歉的主要切入点是主动承认罗斯柴尔德家族对马特负有教导无方的责任。你只需要在当众道歉的时候承认这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失误，然后您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把您刚才给那个布鲁斯打电话的事情包装成一个爷爷关心孙子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这样就能够弱化您刚才在电话里试图收买布鲁斯的恶劣程度。说到这，智库的人又道：在认错道歉之后，您就立刻把布鲁克林监狱、周彼得以及布鲁斯老婆的事情都推到马特身上，到时候我们再花些钱去引导大量的媒体、网红以及意见领袖在网络上为我们站台，一步步地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马特的身上，再让马特去承担他应负的法律责任。只要我们能持续不断地把越来越多的民众都转移到马特身上，我想用不了多久，我们自身的危机就解除了。霍华德思前想后，觉得智库给的解决方案确实是眼前这种情况的最优解。虽说自己要出来道歉认错，确实有些没面子，但眼下恐怕也只能这样了。想到这里，他打定主意，问道：我什么时候道歉比较合适？智库的负责人连忙道：越快越好，最好就是现在。